我想这款应该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模型了。那我现在收到了，也是立马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开箱。首先呢，在盒子大小方面，这次的盒子会相比于芬利尔会小上不少。主要原因呢，本次的盒子是精简过的，整个盒子的长度相当于是原模型的尺寸。当然，盒子小呢，只是相对来说的，实际上模型的体量呢也算是比较大的了。接着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板件。板件方面依旧是无限家的一贯水准，漆面跟锐度都是比较不错的。除了板件以外呢，还会附带铝箔贴纸跟 3D 贴纸以及水贴，用来增加机甲的一个细节。老传统地台上的卡纸呢也是没有少的，依旧是正反面都有。其次呢，还会有一个预组装的关节，关节的体量并不算多，上面也是有对应的一个列表，一共是有4个。咱们打开来看呢，就可以明显的发觉，本次是给到的金属件。这个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因为清渊是一个变形机甲嘛，所以在关键的承重位置呢给到金属件，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。而本次的说明书呢依旧很厚啊，同时延续了芬利尔的风格，里面的印刷呢全部都是彩印的。运装的过程呢依旧是从骨架到外甲再到武器。同时呢，本次在这个取件表上面，相比于芬利尔呢，也会进行了更多的优化，不只给到了编号，还给到了对应板件的一个区域，这样子更加方便大家取件。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部位呢，也会给到一个很清晰的横截面。同时呢，大家如果不会安装，也可以扫码看一下安装视频。说明书的后面呢，则是变形的过程，每个部位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变形过程，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来进行一个变形。我想清渊在今年的国模排行中呢，肯定是有一席之位的。不错的外甲设计，再搭配上一个比较精细的骨架细节，而最关键的就是清渊呢是一个变形机体，它可以将机甲的本体以及它的各种武装搭配起来，变成一个飞机的造型。相比较之前的创世呢，清渊的完成度更高，造型呢也更好看。无限家的老传统了，出货非常快，相信不少人已经完上了。如果还在犹豫观望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视频，来看一下本次清渊的一些玩法跟亮点。因为本次的玩法比较多，所以这边也做了一个切分，大家可以按需跳转来进行观看。那咱们先来看骨架部分，本次呢依旧是完整骨架造型，并且采用了不同的金属色来进行一个点缀，分别是青色以及一个金色。骨架做的是非常饱满，一层一层的嵌套，细节是比较多的。而完整的骨架造型呢，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体验到一些比较好的联动效果，比如腰部跟腿部的液压感，以及肩膀处的一些火炮联动，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骨架的部分就能玩上。接着，咱们在骨架的基础上装上外加，来看一下清渊本体的一个表现。其实一开始看到 CG 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它会是一个比较苗条纤细的一个机甲造型，但是没想到本体是比较魁梧、比较饱满的。整体的颜色搭配呢，其实并不算花主色调是一个白色，剩下的基本就是一些金属色的点缀色，可能你会觉得比较素，但是如果你看每个部分仔细去看的话，就内涵乾坤了，里面的细节量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并且本次也是有附带驾驶舱的。本次清渊的高度呢，大约是在22厘米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与其他模型的一个高度对比。那么接着呢，咱们来看一下武装部分。首先呢，是一个组合武装，一个多功能的吊舱，两侧的这个白色武器呢，是一个短剑，是可以拆卸的。拆下来之后呢，就是一个近战武器了。而中间这一个部分呢，就是一个吊舱了，也就是飞机的一个搭载武装，上面呢会有侦察系统以及底下的一个火炮。安装方法呢也是比较简单的，咱们取下肩甲的金色零件，就会有一个孔洞了，对应孔洞安装上去，两侧都是一样的。接着呢是护盾，这个护盾呢实际就是变形飞机时候的一个机头了，咱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变形就可以将其变成一个护盾。通过内部的接口呢，可以直接安装在手臂外侧的孔洞里，这样子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。
接着呢，还有一把组合步枪，这个远程武器的尺寸是比较大的，并且枪身呢也会有一些预涂装以及武器的一些细节。而为什么叫它组合步枪呢？因为它是通过一把手枪跟一把步枪变形组合在一起的，所以咱们只要通过一些简单的变形步骤跟拆卸呢，就可以将它变成2把武器，一把手枪，一把步枪。刚好咱们说到武器，咱们就一起来说一下握持手型。本次呢是只给了一对手型，是一个无指的可动手型，虽然不是分脸那种一体成型的，需要通过拼装，但整体的一个牢固度没什么问题，并且在手型上面呢还增加了一个联动的小机构，咱们只要向下掰动连接的球关呢，就可以弹出一个卡榫连接，这样子就可以安装武器了。握持武器的紧实度没什么问题，不过大家在安装的时候最好是抵住球关节，让这个卡榫不要乱跑。而考虑到组合步枪的尺寸比较大呢，这边也提供了一个辅助的支撑件，安装在手腕处以及武器的尾端，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一个更好的武器握持效果了。接着呢，咱们来看一下本次前缘的一个可动部分。首先头部这边呢是一个对称的造型，整体充满了一个斜性的反拍样子。头部左侧的这边的天线呢是球关连接的，可以随意的调整角度。后脑勺这边的灰色零件呢可以向上活动，实现抬头的避让。这个避让的效果非常惊艳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本次清渊的一个抬头表现，整体的这个幅度非常大。头部的低头表现呢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整体也还算不错。如果不满足呢，咱们可以通过变形的机构拉出一段部分，这样子可以实现一个更大的低头角度，也能实现一个向前的一个探头角度。头部的侧摆和旋转呢，也是常规水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在肩膀处呢是设立了一个外拉的关节，可以实现手臂的一个内收。同时呢，因为变形的需要，所以这个外拉关节呢是可以很大程度的一个拉出，并且延长的。手臂外侧的这个白色装甲可以向外活动，实现手臂平台的避让，并且后方的盖板零件呢也是可以活动的，整个也可以向上进行一个翻出。因为手臂呢是安装在肩胛上的，所以手臂可以在肩胛不活动的时候单独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，当然连同肩胛整个手臂旋转也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手臂平台的一个角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在手臂两侧这边有一个推进器，它的白色零件是可以向后进行一个展开，整个推进器呢也可以向前进行一个滑动。手臂的曲走幅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体幅度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并且有没有发现，在手臂曲走的时候，上方这个白色零件是会有一个回弹的一个避让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曲走呢会向内缩，松开之后它就会回弹复位。这个其实是靠这个塑料的韧性，因为它的顶端是卡在里面的。如果你不想要有这个回弹的结构呢，咱们就只要将这个白色零件向外拉出，这样子它就不会进行回弹了。这个呢也是变形的时候需要将它拉出的。如果你喜欢有这个回弹，你就将它向内顶一点，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回弹的效果。当然，不管是拉出还是不拉出，曲走的角度都是没区别的。而手臂曲走的时候呢，联动肯定是少不了的，一些装甲位移的避让、造型的填充以及对应的液压感的一个联动都是有附带的。手腕处呢也设立了一个关节，可以实现左右的一个角度调整。除外前面的常规联动呢，本次在肩胛处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联动。咱们将上方的盖板解除之后，通过手臂的活动呢，肩胛前方的火炮呢会随之进行一个伸缩，火炮伸到对应的位置，盖下盖板，这样子手臂活动的时候，火炮就被固定住，不会活动了。火炮伸出跟不伸出，大家也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样子对比。腰部弯腰的角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因为背包再加上金属件的原因呢，整体是比较重的。腰部这边大家如果不放心，可以适当的加固一点。腰部的侧摆呢是一个双段的角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整体的一个角度幅度，并且在腰部活动的时候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液压感也会随之有一个联动效果。腰部的旋转呢也没什么问题。在胸口的装甲中间呢，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展开结构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说明书？它这个展开呢是会有一个液压感的联动，在内部大家可以看到。胯部两侧的黑色裙甲呢是可以向上活动避让的。本次的胯部呢，因为变形的需要，所以会有一个非常大程度的活动关节。当然，这个关节的话，紧实度还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这边的一个单腿握持。当然，你也别小瞧它的腿部可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前踢以及它的后踢，整体的幅度都是非常大的。侧踢呢也能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。大腿根呢这边有一个推进器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推进器是有一个可以向内向外的一个活动角度。底下这边呢有一个卡扣，打开之后也是有一个翻折的一个角度。上方的盖板也同样有一个活动角度，这个呢都是为了变形所需要的。我们推进器呢也可以实现一个大角度的活动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腿部弯曲，幅度还是比较大的，大腿是能贴到脚后跟的。随着腿部弯曲的时候，咱们就能看到液压感联动、装甲位移的避让，都是为了让腿部实现更大的弯曲角度。脚踝处随着脚部活动也会有一个液压感的联动。脚后跟的装甲以及脚部两侧的装甲呢，全部都是有活动角度的，所以在脚部活动的时候呢，这些零件就会对应的实现避让。
脚底的绿色零件呢是可以活动的，并且内藏了一个爪子零件，咱们可以翻折出来，再调整一下脚尖的角度，这样整个脚部呢就像一个鹰爪样子，露出了里面的喷口，适合空中作战。最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背包部分。首先，这个背包呢是2个推进器，再加上中间的架舱3个部分组成的，并且推进器与架舱中间连接的这个部位呢是采用的金属零件，这样呢能保证推进器的一个支撑力。随意的活动，这个推进器呢基本都是能固定住的，没有什么松动的情况，并且调整的角度也是比较大的。咱们来看一下单独的推进器，采用了嵌套的方式，外面呢是白色的外甲，内部有非常多的细节，贴纸、金属色都有。灰色的这个盖板呢是可以活动的，推进器外侧这边也有一个灰色的零件，咱们向上翻出就会有一个联动，这个弹仓也会随之翻出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正中间的架舱，清源的架舱应该是无线目前以来最好的一个架舱，做的最全面，甚至各种零件呢全部都是真实活动的，包括架舱前面的仪表盘呢也全部都是有清晰的刻画，包括本次的驾驶小人都是通过了多个分件组合而成，精度细节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而清渊呢是一个变形机，当然是可以变成一个飞机的。那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演示一下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，整体的变形步骤并不算难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参考说明书或者参考一下官方的演示视频。很难想象吧，清源那么宽大的一个机体能变成这样一个飞机，并且它也并不是传统的一趴变形，与创世是不同的。将手臂跟腿部呢全部通过翻折变形，然后外部的外甲通过卡扣进行连接。可以看得出来，本次变形呢是明显有下功夫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手臂变成的推进器，如果不说，你能猜得出来它是手臂变的吗？而且不管是飞机还是人体，架舱永远是水平的。先遣武器中的护盾呢，在此时此刻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飞机头部。而咱们的组合步枪呢，也搭载在了飞机机头下面。当然，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拆卸的，拆卸之后就可以从长机头变成短机头了。这个的话，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。而咱们之前提到的推进器上的这个火炮，此时在飞机的正上方也可以实现一个翻出，实现火炮发射的一个样子。武装的多功能吊舱呢，在飞机形态也是搭载在两侧，可以完美搭载。没错，本次清渊飞机变形呢，还是名副其实的武装全收纳。咱们的视角呢，可以看一下飞机的底部，也就是底盘部位。背包推进器的细节刚好是处于飞机的底部，这样子呢，可以形成一个精细的造型。人形穿帮的问题呢，也基本是看不出来，整体的造型是比较完整的。支架的调节角度呢是非常大的，并且它也是带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。大家选取一个角度之后，固定住，它就可以支撑住了。家里如果空间不够，就可以通过支架的调整，让其摆成一个竖放的样子。
对于轻渊来说呢，本次的轻渊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产品，它有着分裂耳的一些联动结构，然后它还是一个变形机体。相比于之前的创世呢，本次的变形更加彻底，也更加完善。飞机的造型呢，也更加讨人喜欢。拼装的变形类模型，人形态跟载具形态一直是两个形态，所以说两个造型的完整度是需要取舍的。那本次轻渊在人形跟飞机形态做的都是比较好看的，也算是拼装变形机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份产品了，整体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。当然，对于我来说呢，也没什么太大的缺点，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没有起落架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咱们下期再见了。